好，来，你不能够呢，在拜拜呢，我们一定要，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所以呢，用洗手来代表起身，漱口来代表起心，然后呢，来不要先看我示范。一般来歪歪怎么示范？谁要完成所有的事情？来，必须先洗左手，左手代表神，右手代表人。你洗动作是要完哦，来，代表意思，来再交换，洗右手。洗完之后，来，为了干净，不要这样子哦，这样很脏哦。来，漱口吐掉。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水，你不要这样直接倒掉哦，按边好，你动点进来了就好哈，来立着就好了。这边把这边洗一洗哈，然后对，再放回去给下一位使用，按那看卫生哈。好来，然后。然后，香水倒气了，啊，洗正气，啊，洗了又来饮一个，不是你哪弄洗的？啊，出那个倒安呢？敬个礼，不是投钱哦，先顶个礼，然后再把钱放进去。放进去之后，放进去之后呢，稍微往后面退一步，哈，然后呢，2鞠躬。好，2鞠躬，深深的2鞠躬。完了之后呢，双手合十，对不对？然后呢，左手比右手高一点，因为我刚刚有讲，左手代表神，右手代表人，哈，飘飘2下。雾岛神宫，南九州最大的神宫，也是雾岛的地标，祭祀着日本传说当中的日本开国之神。这个日本开国之神呢，据说雾岛神宫是清明天皇时期一名叫做庆应的僧侣奉命在高千穗峰跟着呢另外一座山之间呢，来去创建神社啊。那当时天照大神命令他的孙子呢，穷许尊，他呢下凡统治这个国家。他带着3种神器、7位神及带路之神原田延命跟随在后来到这个地方，这也就是所谓的天孙降临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雾岛神宫原先位于这位日本开国之神由天降临的高千穗峰，但因为被卷入了当时的火山爆发，遭遇了火灾多次，于是在14世纪的时候迁址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殿宇是第21代吧，在1715年的时候，上摩藩主导金景贵捐赠重建，大概300多年了。一样带有着传统日式的朱红鲜艳的殿宇。比起其他的神社，它的雕刻色彩分明，非常显眼的不得了啊。在世界各国，如果神是用红色的，其实是比较少见啊。这个殿宇里面呢，布置呢算是比较豪华型的日本神社啊。它的梁柱等等呢，都被漆成朱红色以外，还有很多会有彩色的文字以及镶有镀金的装饰啊。除了外观以外那里面的神社很多的东西极为稀有啊。雾岛神宫享有别名叫做西边的日光。在雾岛神宫，春天有樱花，那秋天有枫红，这已经是最棒的了就是在这2个季节，你都可以看得到这2种观光客最爱，观光客最爱就代表最美的这种景色，在雾岛神宫里都看得到。那雾岛神宫呢，有3个鸟居，由神宫最外面往内部走，可以看得到大鸟居、2只鸟居、3只鸟居。其中最外面最大的鸟居呢，高达了22.4公尺。那2个柱子之间隔了16公尺，是西日本最大的。那这里旁边，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这一棵这一棵呢，700
多年树林的巨大杉树啊。三只鸟居附近的珍贵的细石，也是值得欣赏的景点。每年新年就跟着所有的日本一样，在这里会举行了祭祀的大典啊。那日本国歌唱到啊，我君王的治世将会延续到千万年，一如细小的石头成为磐石，生态为止。这里主的在日本的国歌里面，它所注明所指的细石，称为石灰直角砾岩。石灰岩因为雨水溶解，在石灰子的作用之下，由小石头凝结为巨大的石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拥有日本国歌所称的这种细小的石头，在这个地方，这里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那还有一些昭和天皇到此祭拜时候亲手种植的纪念树啊。那在祭神仪式呢，还可以看得到戴着天狗面具，拿着不同鼓棒，吉祥误导神功里面的9面大鼓。所以，我们换一个立场去看呢，日本的神社，在日本人他们的历史，或者是在佛教传到这边，而也变成神道教的日本，其实带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对我们来讲啊，日本的历史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这么近就是呢，它带有一点这种古老的中国传说，让我们知道，但是又有一点不太了解啊，因为它又是有一点在地化了。这个就垂樱啊，很漂亮啊，很漂亮啊。这拜殿旁边有2根垂樱花，哇，这个我们这一次的丁丁在这个花上面的这种特写啊，超级的厉害，超级棒啊！拍摄下来的这种特写镜头非常非常的美。前面有提到了天狗面具啊，在他们每一年的过年的跨年的时候呢，它会出来啊，有9位天狗会在这边呢做这个祭神仪式啊。那这个天狗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一只满面通红、长着长鼻子、背上有黑色羽毛、身穿了这个道服，脚上还穿了马甲的怪人啊，称为天狗。不但会飞啊，会有怪力啊。会居住在山中的森林啊，这些天狗除了是深山妖怪之外，更经常有传说他们与人类发生了各式各样的故事啊。日本天狗的名字呢，基本上啊，根据起源来自于中国。中国的古代呢，会称流星叫做天狗啊，也有代表指的是日食现象的天狗食日，有没有？那日本在它的早期呢的文字记载也借用了天狗指流星啊，而天狗呢就成为了日本特有的怪物之一啊，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因为日本的山多平地少，自古以来流行了三月信仰啊，对山会很尊敬、很信仰，认为有山神呢。那古代的人对高山密林充满了恐惧以及敬畏啊，认为呢山上有神灵寄宿之外，他也深信呢山神等会有某种奇怪生物的形态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所以据说天狗的原型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些日本原始的山岳信仰。在飞鸟奈良时代，大约在西元7世纪的时候，著名的咒术师啊的角色有一个山岳信仰的重要人物啊，传说他是山野修行修验道的始祖啊。那咒术师一小角，他就叫一小角啊，义是那个服役的役啊。这日本就是传说出了这个天狗啊，在佛教日本渐渐盛行之后，它被称为叫做行者，一个相当于佛教名称呢。传说当中呢，甚至呢，它修行到呢能够飞到天上。在佛教进入日本之后，佛教的信仰一个分支密宗与这个日本的古老山岳信仰结合，那就变成了一种新的产物啊。在西元9世纪的时候，出名为真空海入堂求法，
将密宗信仰带入了日本，并在高野山建立了真言宗。真言宗在日本很有名哦，密宗啊，它的本山金刚峰寺啊，这个寺呢一直流传至今啊。那密宗信仰的重视山野修行呢，与修验道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渐渐的，这个佛教呢就将中国式的天狗概念呢加入了山岳信仰，于是山神变成了日本日后的天狗。传说当中，修验得道或是密宗的高位修行者死后呢，会转生成为天狗，而天狗的名称都带有着这个一个字啊，叫做什么字？方啊，这个方啊，很多念法，也有人念坊啊，坊间的坊啊。著名的京都鞍马山大天狗，真正坊，可见与佛教的融合就出现了啊。那当然呢，天狗的鼻子很高啊，其中有种说法是天狗有学习佛法，因此呢，他不会下地狱，但呢，他们又修炼邪法，故也因此无法上天堂，所以他们非善非恶。鼻子很长，代表了其自尊很高。日语当中有指的鼻子很高，表示非常非常自豪的意思。在很多的漫画都会看得到画高高鼻子啊，意思他是很自豪啊。传说天狗丰富的元素，固定的统一讲法，天狗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有的人指他是神道当中的原田神，或者是乌鸦，在日本信仰当中有很高的地位的化身哦。所以天狗如果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发现到，在传说当中呢，天狗也与凡人有不少的接触啊。所以天狗的故事在日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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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也可以看得到，偶尔在某些地方或庙宇，你可以看得到卖天狗这一种纪念品的地方。来，汤布院，这个汤布院，我相信呢，爱好日本人呢，可能不太了解汤布院是什么，但是一定听过汤布院这3个字。来吧，我们来聊聊汤布院哦。观光胜地汤布院在人气温泉地排行榜当中，经常是名列的前茅。这里不仅以温泉著称，美食、自然文化也一应俱全，因此而拥有了极高的温泉排名。那日本全国的人气温泉地就是汤布院，泉源就是温泉爆出来的所在啊，总共超过800啊，高居日本的第2位啊，同时拥有了丰富的温泉水量以及美丽的大自然，被指定为国民疗养温泉地，日本数一数二的温泉乡。你不知道汤布院的小知识啊，在大自然的环绕之下，汤布院也代表了九州的温泉地啊。说到汤布院的地标，很多人就会联想起呢由布岳啊，由布岳是它旁边的山，1584公尺，分为东边跟西边2个山，景色非常的美，因此有丰后富士的名称，广受全日本各地登山迷的喜爱。爬山之后泡个温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来到日本南九州最棒的一种旅游行程啊。而汤之平街道、金陵湖周边更是内行人珍藏的汤布院漫步路线，秋有风景，而春天有春景樱花。汤布院的主要的观光大街啊，就是汤之平街道啊，欧米亚给杂货店、咖啡厅、特色小吃等等林立的区哦。
首屈一指的观光名胜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金陵湖，它是十分珍稀的湖泊。据说湖底的部分区域呢会涌出了涌泉、温泉以及这个冷水啊。那它的水温呢，就让它一年平均维持在13到15度之间呢。所以呢，它外围的气温变低的晚秋到冬季的早晨呢，这个湖面呢大起在蒙雾啊，非常漂亮啊。在绝景的露天温泉当中泡汤啊，金陵湖、汤不怨。而汤不怨的汤之坪街道，我们就在这附近来逛逛啊。在这里拥有绝佳的温泉场地。同时，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他不住温泉饭店，他也可以在充满风情的公共浴场享受汤不怨温泉。寻访传统公共浴场也是汤不怨的魅力之一，其中具代表性的存在下汤是仍保留这个昔日风情的混浴公共浴场。混浴是什么呢？混浴就是杂波这会塞啊，哇塞！听到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那眼睛一亮啊，对啊，这也是日本特有的文化，日本的泡汤文化。日本的泡汤文化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来聊聊啊，日本的共浴文化。说起日本的共浴啊，提及了男女共浴，难免与色情联系起来。其实，在世界各地，例如日本，就有男女共浴的风俗。在当地的人看来，男女共浴只是一种寻常的社会习惯。在共浴当中，男人跟女人都是带着健康的心理，用着平和的眼光看待彼此。因此，在这个混浴啊，这会洗身躯啊，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文化哈。日本人爱洗身躯，大家爱洗。日本有一句流行话叫做什么？酒爱啉三更啊，身躯爱洗三道啊。日本甲中国拢足侪东南亚的国家拢属于亚洲嘛，那拢是东方文化的熏陶。日本人却把性跟肉体分开来看了。男女共浴的社会风俗在日本呢源远流长，也体现了日本人对肉体的认识跟着亚洲人很多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它有混浴之称呢？那在日本，人们把洗澡呢叫做风吕，对不对？澡堂子呢叫做什么风吕屋？我相信去泡温泉大家都知道啊。100年前呢，公共风吕屋通常是男女混浴，大家不分性别在同一个大热水池里泡上个几个小时啊，很自然，丝毫不觉有任何不妥。男女混浴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个情况啊。那所谓的混浴，大家在同一个地区彼此认识的情况之下产生。古时候日本阶级的分明，大家平常很有礼貌，但等到大家在澡堂内把代表阶级制度的衣服脱光时候，就不会有身份地位的差别。这时候大家平等，但不至于发生什么不伦的关系、不当的举动。这种习俗啊，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都是好的，借此呢可以什么情感的交流，对他们来讲也没有很奇怪的感觉。日本人的洗浴方式从原始的在河、湖共同洗澡，发展出到浴室、人工澡堂里面洗澡。它的温泉浴跟一般的洗澡不同，不是在浴池里面呢，就是打肥皂啊，没讲，拢是洗身躯了较里面有啊。那么日本洗身躯也是一种社交活动，跟这古罗马很像，罗马浴也是一种社交活动，但它男女是分开的啊。所以在日本的温泉区当中，男女混浴常常可以看得到。其公园在福冈市的大豪公园附近它所在的叫做荒金山。荒金山的古名称呢叫做荒户山。江户时代，福冈藩在此建立祭祀德川家康的东照宫。
明治维新后幕府终结，东照宫也随之这个废逝了啊。1881年，在这个地方设立了荒金山的公园，1900年改名叫做西公园。那这个西公园里面呢，种植了大约有3000株的樱花树，是日本的樱花百选之一。樱花季的时候，樱花满天飞舞，是福冈市区的赏樱胜地。西公园距离大豪公园、福冈城不远，这3个地方都是著名的赏樱景点，它可以排在一起来一趟花见之旅。那这个西公园这边呢，就有这种特色了啊。那在这西公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进来好好的享受一下在西公园底下的樱花盛开。武鹤公园在这里呢是竹前52万石的领主，黑铁长镇的竹城在福冈城基遗址内，公园内有很多的设施。这里当然了，从2月的梅花季节一直到6月的绣球花季，里面有很多的花，樱花、牡丹等等，杜鹃都有啊。那主要也是一个赏花圣地啊。那几万石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本你常常会听到万石这2个字啊。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呢，以石膏计算的军役啊，5000石级啊，骑马者5人，5骑的马夫5人等等啊。万石，几万石指的是一个大名的收入啊，其实跟没有跟领土有直接的关系啊，通常指的是呢有级没级啊。所以呢，战国时代呢，有可以说到石，而古代日本计算石的方式呢，有几万石、几十万石等等呢，都是有它的用意的啊。万石的意思，讲白一点呢，跟你的薪资有关系啦啊，跟你的薪资有很简单的观想，讲白话一点就是薪水才年薪制啊。一石呢，请问要用一石，有没有万石？那个石啊，石头的石也叫做什么担？一担啊，那相当于现在多少钱的意思？因为时空背景、国家朝代的不同，很难正确的计算啊，所以可以告诉你一担米或者是10斗米啊，1斗米等于多少钱？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跟着钱有很大的关系啊。那还有呢，在战国时代呢，指的是什么？出兵人数，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讲法。这样了解了哈，这个石头的石啊，是有它的原因的。
鸦，哎呀，这个日本的乌鸦几乎是来到日本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有大约1000棵左右的樱花树五鹤公园啊。那刚刚也看到了日本的乌鸦，我相信很多人到了日本啊，一定都会听到乌鸦的声音啊。尤其是黄昏的时候，我把认为它的一下通常一听到你就会知道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但是对我来讲，它跟日本画上了等号。因为日本很安静啊，你在街道上在行走过程当中，你很少听到大声讲话、吵闹的声音。公园里面唱歌，那更是不可能被允许的。你要唱歌在你家唱，你在公园唱歌，对不对？那不是干扰人家的耳朵吗？对日本人来讲是这个样子。哎呦，你看那个樱花开得多美啊！那日本乌鸦是吉利的啊。到日本你不可能对乌鸦视而不见的。从热闹的东京到乡下到北海道啊，一向崇尚白色的日本，总是会看到一点一点黑黑的乌鸦兄啊，数量很多。跟台湾的麻雀很像，很多日本最常见的鸟。那日本的乌鸦这么多呢？你知道吗？你去到中国的北方，你也知道乌鸦在温带是很常见的，不是热带啊。那日本人视乌鸦为吉鸟，所以不赶它。当然也有人说乌鸦会带来厄运等等。那恐怕呢，它就像日本人对乌鸦的情结一样，悲喜有点令人捉摸不定的。在华人的世界，乌鸦是不吉祥，对吧？但在日本，不管是在哪里啊，乌鸦在日语当中呢，念出来的声音呢，在日本的乌鸦确实是有名的多的啊。那因为乌鸦是日本的国宝，像日本神的象征啊，所以日本足球队的队徽一只黑鸟，以为跟德国是老鹰呢，不对，是乌鸦。那因为呢，地理气候的关系啦，所以这个乌鸦在日本就非常非常多见了。那通常单独或数只呢，生活在比较低海拔、高海拔区域的山地之间啊。那他们会猎食，他们是肉食性的，夹这类小动物，我们这样打个怎样啊？那可以确定的是被日本人当作立国神兽乌鸦，它是吉祥的。到日本绝对不可能错过的就是乌鸦，尤其是每到黄昏啊，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倦鸟归巢然后就飞过去被归登远处。通常有时候光听到这个声音呢，你就可以知道，哎呀，那个乌鸦要回家了啊，黄昏也就到了。前面我提到了日本的造景，在水前寺，那更不用讲。你看，哇，这个鲤鱼啊，日本人足够饲鲤鱼的哈。日本人对这个鲤鱼的研究呢，我跟你讲超过中国哦。他们对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日本人对这个物件研究呢，拢做透彻的，会把这个物件来研究了什么，做专门的，还有专业的，这就是日本真厉害对咱来讲咱有真侪物件可能知影，但是无解了解，嘛要去设一个专门的科目。但是对日本人来讲无同，茶有茶道，安怎泡茶安怎做神有神道，有无？温泉有温泉技这个温泉技要讲究古法怎么样？对日本人来讲他们就是有钻研的。那在这里涌泉鲤鱼代表熊本的明年水前寺成趣园，这里历代细川市的出水神社内的桃山市的全园的回游庭院，这也就是我最前面讲的。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到，在日本，他们对于这一种庭园造景所用的方式大概360年前，所以前世成趣园是熊本藩第一代藩主细川忠利于日本当时作为待客饮宴而所逐渐的
水前寺御茶屋为起点，经过了3代的藩主细川刚力，增建了泉水竹山，做成现在的花园，而形成现在的样貌。水前寺城趣园本是引用中国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的其中一节：元日色以城趣，门虽设而常关。本源也常以日本江户时期由细川藩献给江户将军的贡品水前寺海苔发祥地而名。国家天然的纪念物、国家名胜，日本指定了历史遗迹。水前寺占地7万平方公尺，川大凹，在以阿苏涌泉的水池作为一个中心，引进了阿苏山的伏流水，终年呢这个池水呢就不会干枯啊。那这个泉园中呢，巧妙的搭配了日本人最喜欢做的借景假山绿地啊等等。那桃山市回游园林不同的角度呢，就怎么样，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景观啊。就是你喜欢庭园造景的人啊，喜欢做花园园艺的，你就会发现呢，它在每个弯角、每个路口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也就是城趣园之美。水前寺城趣园非常有名，而里面大家会饮用这里面的水，用石头制成的水盘，它被称为叫做长寿之水。这个水盘原先是朝鲜京城城门制作的地基石，上面呢有袈裟的铭刻。那细说，细川中心非常的喜爱这个长寿之水，放在庭院当中朝夕赏玩是珍贵的宝物。据说这个神水呢来自于阿苏火山的伏流，喝了，长寿啊。这是熊本县内底上较特殊的，内底真侪这个行事历啊，秋天，这个春天拢有真侪无同款的祭典仪式。说到日本祭典，日本的祭典非常繁多。在我们下次的日本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日本祭典何其繁多。在这一趟我们的日本南九州之旅，我们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来到这边。